嗨，大家好，这里是大丽丽。那关于吃不吃早餐呢，健康和养生界一直都争论不休。有的认为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一天中最重要的就是早餐，并且说不吃早餐危害健康，甚至会得结石。而有的人呢，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不吃早餐对减肥和改善健康是有帮助的。那么这个早餐究竟是应该吃还是不吃呢？其实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生活方式不同，那对饮食的理解呢也不同。怎么吃是个人的喜好和选择，最主要的是坚持健康饮食。那一个健康的早餐到底应该怎么吃呢？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吃早点只是生活习惯。至于吃什么呢，并不是很在意。如果你习惯了吃早饭，那就尽可能吃得健康一些吧。那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早餐应该是在睡醒后的2个小时内吃完。一顿健康的早餐所提供的卡路里应该占你每日卡路里总量的20%到30%。那么早餐呢，应该尽量保证营养的全面和均衡，应该包含碳水、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那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尝试间歇性断食，将早餐时间推迟甚至不吃。低碳或者生酮饮食呢，往往配合间歇性断食的效果更佳。那有些人呢，就开始纠结间歇性断食究竟是可以选择性的吃，还是完全不吃。那么间歇性断食其实也是有分门派的，有的认为断食期间呢，除了喝水啥都不能吃，有的则认为间歇性断食期间可以适量的吃一些不容易刺激血糖的食物。那我通常会建议习惯吃早餐的低碳学员，可以在16/8的断食期间呢，早餐来上一杯黑咖啡。断食期间如果特别饿的时候呢，吃1枚水煮鸡蛋或者100克的水煮鸡胸肉，那么对于延缓胃排空、提高代谢水平都很有帮助。同时呢，也不会打断断食期间燃脂效果。其实呢，间歇性断食还是比较灵活的，你完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作息时间和生活习惯来选择合适自己的间歇性断食的方法。只要将进餐时间限制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选择从早饭、午饭还是晚饭开始呢，都随你安排。那下面我和大家说一下不吃早餐的优缺点。那早餐的英文呢是 breakfast， 它是由2个词组成 break 和 fast。 那 break 呢就是打破的意思，那 fast 呢在这里就是禁食的意思，所以早餐的本意呢就是打破禁食。这个英文词义是怎么来的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禁食。假如你睡了8个小时，那这段时间呢，你的身体处在空腹状态，胰岛素敏感性最高，血糖水平最低，那直到早上起床吃早点，禁食就被 break 了，身体也将停止燃烧脂肪。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每天早上会感觉比较苗条一些呢？那么这和你一整夜的断食有关系，所以你在睡觉时其实也是在燃烧脂肪。如果你想增加燃脂减肥的效果，那么就应该尽量推后早餐时间，这样就等于延长了断食的时间。那其实不吃早餐有利也有弊，了解清楚了呢，能够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推迟或跳过早餐呢，是练习间歇性断食最简单的方式，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已经进食了8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假如你晚上5点吃完晚饭之后也没有吃任何零食，那直到第2天早上7点起床吃早餐，这样就已经完成了14个小时的断食。你如果再把早餐时间推后到9点以后，或者直接等到中午再去吃饭，那你的断食时间呢就会延长到16个小时以上，身体脂肪燃烧的效率呢会更高。另外，放弃早餐可以让你腾出额外的时间呢去做其他的事情，比如锻炼身体。那么多项研究显示，在空腹状态下锻炼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的脂肪，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并且呢可以降低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缺点是不吃早饭可能会让你在午餐和晚餐时吃得更多，尤其是对于间歇性断食的新手来说，那最初几天进食呢会感觉到很饥饿，所以一旦开始吃东西呢，就很容易摄取过量的卡路里。另外呢，因为空腹血糖下降，
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精力无法集中等问题。那如果你出现上面我说的这些不舒服的情况时呢，就可以吃少量的碳水化合物以及少量的坚果来提升能量。下面我要说如何安全地执行间歇性断食。那么间歇性断食的好处很多，包括减肥和改善健康。你可以选择一天中的任何时间段进食。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出下面几点建议，可以帮助你更轻松和安全的断食。第一呢，就是循序渐进。那么刚开始尝试间歇性断食呢，要逐渐的延长进食的时间，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我推荐我的很多学员呢，是从10、14间歇性断食开始，等到身体适应以后呢，慢慢的过渡到16、8，甚至到后期的18、6断食。第二点呢，是吃足够的蛋白质和适量的健康脂肪。那这些食物呢，有助于增加饱腹感，让你在进食期间呢，不会感觉到太饿。第三一点是避免高糖和高碳水的饮食。那这类食物呢，会引起血糖的剧烈波动，时间长了可导致胰岛素抵抗，那增加患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第四呢，是一定要多喝水。早晨起床后呢，喝一杯温水，可以避免身体脱水。那么在进食期间呢，补充水分还能帮助你抵抗饥饿感。像我一天呢，一般会喝1.5到2升左右的水。第五呢，就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那经常熬夜或者失眠会增加我们的压力激素和饥饿激素的水平，很容易打断进食，并增加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症的风险。所以呢，每天规定好睡觉时间，养成好的作息规律。睡觉前呢，就不要再玩电子产品，并暗示自己的身体要进入休息状态了，告诉自己要开始燃脂了。那么创造比较良好的睡眠环境，更加有助于一个良好充足的睡眠。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关于早餐对身体的影响，那各类研究呢有很多，但好坏参半。到底吃不吃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喜好。那如果你觉得吃早饭能够让你精力充沛，那就继续吃吧。但是呢，要保证营养全面和均衡，多吃蛋白质和健康脂肪。但如果减肥是你的目标，而且你想尝试间歇性断食，那么就可以从推迟早餐的时间开始。同时呢，仍要以低碳饮食为主，并且留意整体一个热量的摄取。那么好，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力呢都有限，可能你今天看过了我的视频，那没过多久呢就忘了，所以通过订阅或者转发，在你想不起来的时候呢，以便再复习一遍，对你的减肥整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哦。那么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